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这条是，亚洲股市周一开盘平静，因市场在8月波动开局后转向关注本周美国的关键数据。下面这条，2023年英国最大企业的老板们享受到了创纪录的高薪，9家公司的薪酬包超过1000万英镑，首席执行官的工资中位数增长了 2.2%， 达到419万英镑，而普通英国工人的收入仅为其120。接下来，周一早盘，油价基本不变，维持上周 3% 以上的涨幅。受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向好的经济数据支撑，布伦特原油期货每桶下跌7美分，至 79.59 美元，上涨2美分至 76.86 美元。分析师表示，交易商对中东紧张局势保持警惕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升级的风险，在伊朗和真主党誓言报复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·哈尼亚和真主党军事指挥官福阿德·舒克尔被暗杀后，继续支撑油价。下一条，香港法院将凯撒集团破产清算聆讯推迟至9月9日，给予该集团更多时间与部分债券持有人就债务重组计划达成协议。接下来这条，日元对美元走势平稳，市场仍在观望美联储9月降息幅度。美联储降息100个基点的隐含概率与衰退情境一致，市场敏感于数据和事件，包括本周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、下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会议以及本月晚些时候的英伟达财报。让我们关注科技反恐组织 GIF 对埃隆·马斯克的 X 平台上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发布的内容表示担忧，并担心该公司在董事会中的成员资格。下一条，中国正加速建设电池储能系统，以应对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快速增长的间歇性发电，但若要真正利用该技术，需要确保其更频繁的被利用。接下来这条，澳大利亚 BHP、力拓和澳洲航空将向 Silva Capital 共同管理的澳大利亚碳信贷基金投资8000万澳元。该基金专注投资土地再造林项目，旨在筹集2.5亿澳元，通过再造林计划产生并管理澳大利亚碳信贷单位 ACU。 下一条，国外投资者应对中国经济悲观，第二季度创纪录撤资近150亿美元，外国投资大幅放缓，部分原因是经济放缓、地缘政治紧张以及向电动汽车的快速转变。尽管政府努力吸引外资，但资金外流仍创下30多年的纪录。接下来这条，韩国政府因电动汽车火灾事故，正讨论是否要求汽车制造商披露电池品牌。此前，奔驰电动汽车在公寓楼下停车场自燃，引起消费者担忧。政府计划出台新规定。汽车专家指出，电动汽车火灾难以扑灭。媒体报道称，运输部将与汽车制造商讨论披露电池品牌事宜。让我们关注 Schletter Industries 遭恶意软件网络攻击，或为专业黑客所为。公司正调查数据是否被盗，并努力恢复系统。下一条，亚洲股市受美国经济报告影响，在平静交易中表现好坏参半。韩国股市受三星电子上涨影响，跳涨 1.1%。澳大利亚股市上涨 0.5%。本周将公布零售销售和失业率等报告，市场密切关注通胀、零售销售和经济状况。接下来这条，新西兰央行可能在周3降息，比其自己的前瞻性指引提前1整年，因为通胀放缓、失业率上升且经济增长疲软，促使市场压住降息。让我们关注金田矿业宣布以16亿加元约合16亿美元收购加拿大欧西斯科矿业，以扩大其全球黄金业务，目标是获得欧西斯科在加拿大一个黄金项目的全部所有权。最后为您播报的是，越南计划为电动汽车充电站提供电价补贴，以促进电动汽车使用并实现能源转型承诺。这项补贴计划将于9月中旬提交中央政府审批。越南计划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，以符合发达经济体的承诺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